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许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一开始我们来看到现在的中俄关系啊，真的是越来越紧密了吗？中国大陆的国防部说呢，中国海军的编队呢即将要去访问俄罗斯了，而且时间呢就是在6月下旬这个是俄罗斯海军的邀请。那么中国解放军海军7季光舰呢，还有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就要赴俄罗斯的海参崴访问了所以现在啊，中俄在海参崴的军事互动近年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了那对谁影响最大呢？就是日本了，因为来看到这个海参崴啊，就是东北亚的地缘枢纽，牵动了中国东北出海口还有日本的战略安全。对日本而言呢，海参崴就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驻地，那么紧邻日本海还有争议的北方四岛在地缘防卫上呢，受到了日本的高度关注所以现在这两国啊订立了联合海上军演，还有战略巡航以及港口互访。中俄呢，甚至还拿海参崴来当作重要的支点，多次编队绕行日本青津海峡，甚至还派了轰炸机去实施跨国战略空巡对日本来说啊，真的是威胁越来越高了。而且中俄之间的合作呢，还不只是军事现在他们还要一起来建造第2个液化天然气的接收站这个是山东省啊，由国有管线巨破的中国管网营运的新建龙口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已经做好了要去接收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货物的准备了所以中俄啊，真的是在各方面呢都开始展开合作，越走越近了。而同时呢，我们日本呢就当然好好的紧盯他们了呀对此呢共军都知道因为央视新闻就表示啦，说啊这个辽宁舰它在训练的期间呢看到了日方的舰艇还有飞机啊多次的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的编队也是全程都保持了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的战斗机起飞灵活的来变化战斗队形专业稳妥的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虽然央视是这样子报啦，但是其实解放军真的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吗？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相关的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呢辽宁舰的航母就是故意选择在19日端午节经过了日本海域返航，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啊，日本的防卫省他们幕僚的监侦部呢，在周6、周日是不会公布共舰的动能的所以呢，他们就这样轻忽忽的、慢悠悠的，用轻慢的方式来消遣日本的防卫队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黑科技越来越厉害了，军事崛起力量来看到了共军的07627攻击舰传出啊，它可以变身轻型航舰呢这就很可能呢即将进行这个舰载固定战役战斗机的这个起降试验，不排除啊未来呢将搭载什么歼35对此呢，这个现在日本的这个退役的将领也都说重话了。怎么说呢？他说啊，在4500公里以内的中距离作战区域内呢，中国都是有压倒性的优势去碾压美国的。所以啊，在当前的军事力量对比之下呢，日本啊应该要全力的巩固本土防守，不要去发动对外战争，还有侵略战争，因为不仅没必要，而且还可能面临巨大的代价。都已经这样子警告了，那我们的高市早苗听进去了吗？他现在其实好像有一点没有空去管国际上面的问题首先先来看到了，他这一次呢又再度的放弃出席北约首脑会议最初呢是因为预计川普等人会参加，所以高市也想要去参加嘛，但是现在啊顾及到了这个国会的排程，他放弃了这个是日本首相已经连续2年缺席了但是他其实更忙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国内丑闻啦就是这个诽谤视频案所以就连这件事情已经让他忙到说他要回应很多关于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制作的这种诽谤视频指控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保证他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去履行首相的职责
所以怎么样呢？趁着日本没空，解放军又可以在这个相关的海域来进行滋扰了吗？我们请教邱毅委员。首先我先谈第一个主题啊，日本最怕什么？日本最怕中国跟俄罗斯联手，而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海军编队2艘最重要的军舰，一个就是戚继光舰，那是中国大陆最大型的海军训练舰，差不多排水量满载排水量有将近1万吨。另外的一个是昆仑3号，这个是中国大陆2栖登陆舰的一代舰071，这个的满载排水量大概是2万吨，而它基本上与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是在海参崴会师。这个地方啊，为什么日本会怕？因为它掌控了日本海、青津海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青津海峡在哪里，青津海峡在北海道跟本州之间。另外的就是中古海峡，请注意，不是宫古，是中古海峡。中古海峡在哪里呢？就在北方四岛跟北海道之间。所以当中俄的海军编队在这个地方会师，进行演习，进行演练，当然对日本来说，那就是北方的2只大老虎一起在那个地方。你认为日本还敢动吗？高市确确实实因为国内焦头烂额，他确实有蠢动的可能，用战争或用紧张情势来掩盖他国内治理的不当。但是现在中俄2只大老虎在日本的北方，大家已经联手了。那这时候对高市来说，他基本上就如同卧他之侧的猛虎，他动都不敢动。那至于高市在紧张什么？高市在 G7 的会议里面可以说是完全吃瘪，而且引起了很多负面的评价。所以这一次他放弃了去参加北约的首脑会议。而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呢？高市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日元狂贬的问题。今天的日元已经贬到将近162块，它直逼165了。这个日元狂贬当然会造成资金的外移，而你基本上现在日经的股价指数已经飙到7万多了。当然今天日经的股价大跌，已经展现了有可能像1990年股市泡沫破裂的迹象。高市即使对财经在外行，他的幕僚一定告诉他危险了。如果股市泡沫破裂，整个股市狂跌，然后再加上你的日元守不住，而日元为什么守不住？高市做了2招。第一招，让日本的央行升利息升了1码，也就升了 0.25%， 由原来的 0.75 升到了1%。但是对日元来说，它只升了1天，第2天又贬下去了。那现在第2个招数就是抛美债来救美元，来救日元，抛美债，然后对日元产生需求，让日元升值。但是问题是，这一来美国生气了，因为你日本去抛美债，对美国来说加强了它的美债的危机，所以贝森特还特别的去跟日本的财务大臣在商量，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美日在这方面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了。那很多人一定问我说，如果日元大幅度贬值，那不是会使日本出口增加吗？本来应该如此，但是因为它重要的几个元素，像稀土、像铟、像是商，
还有钨，都被中国大陆用出口管制所控制住了。所以它即使日元大贬，它的出口仍然没有办法增加，它的整个经济在收缩之中，这是高市第一个危机，焦头烂额。没错。第二个重要的危机就是刚才电视强讲的，也就是 AI 的抹黑门，它涉及到的是高市的秘书，所以叫做木下刚志。木下刚志不是一般的秘书哦，木下刚志是高市宠爱的第一秘书核心中的核心。所以而且他基本上被这个周刊文春用挤牙膏的方式把真相都快逼出来了。原来他跟松井健一家外面的公关公司的老板之间的电话录音、开会的录音，现在都被呈现了。对，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烧到高市的身上，可能性很高。如果烧到高市的身上，那接下去他前一段时间跟统一教之间暧暧昧昧的关系就会再度暴露出来。对高市而言，内忧外患，那高市可能真的要被逼迫下台了。好，接下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啊，这个高市现在面对的问题，但是到下台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了。至少再怎么说，他都是现在日本这几届的首相里面呢，还维持的50%的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民意满意度。那确实现在呢，这一个他的大秘所涉及的这个 AI 丑闻呢，是他最大的麻烦，因为他最大的麻烦不是在于他面对事情怎么处理，是他用逃避的方法。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死不承认，第二个呢，等到录音带出来，他说我又不是会员，我是听不到的，那人家就把那个音译稿给他看，有没有？那说嘛，所以我背听了第3段呢，就是讲什么，说怎么听，那声音不太像啊，等等，这个东西硬凹啊，已经凹不下去，因为在野党乘胜追击，然后后面想当首相的有没有，也虎视眈眈，但是要把它拉下来，还一小段距离哦。现在导致来讲，海参崴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转变，各位晓得海参崴这个在这个中俄啊关系不好的时候，对中国来讲是很后悔的一件事。当时的中俄密约里面把海参崴给送出去了，那使得呢东北的吉林呢跟黑龙江没有了出海口，所有的出海都是要往南到这个辽宁啊大连这边才能出海。那现在因为中俄关系在美国的帮助下啊，两个现在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好关系。过去的恩怨情仇不见了，现在变成了好朋友啊。那这个来以后呢，第一个改变呢，就是一个对中国来讲，就是海参崴变成一个内陆港了。现在俄罗斯把海参崴开放给中国作为内陆的一个出口港，这个呢，对中国来讲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第二个呢，对日本压力可大了。海参崴本来是一个孤单的港口，它孤零零的在东方所谓的太平洋舰队。那平常心讲，它的这个俄罗斯的海军啊，实力除了潜艇以外啊，并不强，所以它是一个孤单在这里，要援助，就当时的日俄战争就知道了，打起来很辛苦。可是呢，中俄一合作了之后啊，现在呢，把海参崴港变成中俄的联合港口啊，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虽然不是中国的军队常驻的港口，却是两边演习啊，在东太平洋演习的一个出海口。各位刚刚这个邱毅特别讲到，他们演习完了就往青津海峡走一趟。青津海峡走一趟，对日本的压力有多大？各位知道吗？因为你只要站在这个岸边，就可以看到俄罗斯跟中国的船舰呢，从你的眼前这样开过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照道理讲，那日本的领海啊，为什么可以开？那要感谢日本，各位的美国，让美国的军舰可以自由进出，把它变成为国际公共海域啊。过去，所以呢，那你看你日本压力有多大？那个辽宁舰，那什么就这样那么大的巨舰，那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就前面一定要走过去呀。哇！你可以想象，那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
那个方面压力有多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来了，日本必须重新思考它在亚洲要扮演的地位。没错，就如同欧盟要如何处理跟俄罗斯的关系，会决定欧盟以后的命运呢？是不是被美国绑住，或者可以让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份子？这完全不一样的战略发展。同样的道理，日本要脱亚入欧，继续的成为西方的一份子，或者成为东方王道干城的一份子，是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崛起的中国？或者还要用50年前、80年前的角度来看那一个曾经被他欺侮的中国，他自己要做一个很好的选择。否则的话，就像日本这位退役的官员讲的一样，你呢再怎么搞啊，连美国都搞不定了，日本就别搞了，好好吃沙西米比较新鲜一点。好，洪庭议员怎么看？我觉得这完全的体现出现在这种大家常常在讲，有时候战争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哦。首先，中俄在海参崴合作这件事情，其实是本来就是必然会发生的这个状况。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是这个很大的能源进口国。那在这个俄乌在委内瑞拉出现这些状况，甚至还有中东的这个状况的时候，那当然中俄的合作一定会更密切，因为俄罗斯要靠卖天然气赚钱。那中共他觉得，那我现在如果连中东的这个便宜的天然气我都买不到了，那我跟中俄这边我也要有一些分散性的这个能源供给的依存，所以中国大陆去建所谓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接收站，跟开始开放海参崴这边越来越扩大的去做两方的这样的一个贸易，这是必然会发生的这个状况。而且确实在俄乌战争之后，整个俄罗斯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经济重心也开始往东方这边走，所以海参崴现在变成俄罗斯最富有的城市了，因为其他地方都相对比较危险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中俄在这个地方合作密切，然后它因为经济上的合作而有这样子的密切的这个合作。那北约跟日本各自遇到什么问题呢？北约在欧洲遇到了美国，现在开始川普在退场，就说欧洲战场是你们北约的问题，乌克兰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要帮忙也有这个问题，又不是我造成的。那在东亚，我觉得日本也开始发现，就是说在川习会之后，川普有一种战略收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出来。那高市看到战略收缩的这个态势的时候，他展现出来的是，我常开玩笑说，这叫二阿哥的焦虑。所以你看到日本因为美国有点战略退缩，日本反而倒着宣布，就是说，第一，我要把我的国防 GDP 加到2%；第二，我要开始研发我的反击能力；第三，我要部署长程的飞弹计划；第四，我要放宽我的武器出口；然后再来，我要跟北约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市今天为什么没有去北约，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放宽了武器出口，因为你跟北约合作，所以在无人机的这些外销跟出口上面，俄罗斯也会觉得说，你日本是不是要跟北约合？那如果你要这样子做，那我现在跟中国，我要用演习跟军事的这个方式来制约你，让你不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觉得我们都是成熟的政治人物。我其实最讶异的是，你看高市他怎么讲，说他不去开北约这个会，他说因为我在回应大家对我过去用网军的指控，所以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做首相该做的事了。你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回法吗？今天你有做这件事跟没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一句话就解决了嘛？那你居然跟大家讲说，我为了要回应大家对我的指控，所以我可能有很多时间要去做准备，所以我没有时间做我首相该做的事。那你这讲法不就间接的承认你有做这件事了吗？没错，否则你没有做，我要是在野党，我就问他一句话，你没有做，你一句话就说我没有做，那不就没事了？那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甚至不能履行首相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两个部分，我觉得都是整个国际关系的局势，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我产生了更 pushing 的方式，我用更激进的方式在回应川普的战略退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他的这个敌意螺旋就慢慢发生了。好，不只是日本深陷危机啊，其实美国也是。我们来看到在美伊谈判的部分呢，这个开局好像就不太顺利了哦。21号的开局呢，这个伊朗外长阿拉奇竟然是最后才
才进场，而且还拒绝握手哦。那就有人说，这真的是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屈辱啦，因为以前都没有人敢让美国干等的。而且呢，这一次啊，担任这个居中斡旋的卡达总理呢，他在会谈中呢也是径自走向巴基斯坦总理还有陆军参谋长用握手的方式，但是呢都没有停下脚步跟范斯去寒暄呢。好，不仅如此啊，伊朗现在还是继续喊说荷姆兹海峡归我管哦，而且呢永远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说他是根据国际法有管辖权的。哦，怎么变成现在都是话他在讲了呢？好，那现在川普呢也是很妙啦。记者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够保证啊，伊朗呢不会利用石油收入来重建军力呢？”然后他就说了：“不会，因为这些钱呢，他会拿来干嘛？买美国的农产品。”哦，结果马上被伊朗的央行打脸了，说呢，根据签署的文件，没有任何的义务要我从美国去购买农产品。哦，不止美国被伊朗打脸，现在以色列也是很惨啊。来看到纳坦雅胡的民调惨兮兮啊，有高达92.1%的受访者都认为伊朗是这场冲突的赢家，那么对领导阶层的信任呢，也跌至了冰点。好，伊朗不理美国，但是呢，对中国倒是时时刻刻都在报备哈。来看到伊朗向中方去通报这个谈判进度，而且王毅也说呢会继续的协助中东和平。好，不要说伊朗了啦，其实美国自己呢也很想要去亲近中国嘛。来看到呢，川普呢可能又要再访中了。他说呢，今年内呢会再次访中。那外界就想啦，这个访中的可能性呢，可能就是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嘛。如果真的成型的话呢，他就是首位在任内访问广东的美国总统了。好，不止总统想去中国，美企也是啊。我们来看到啊，昨天开幕的这个北京链博会啊，参展的外商当中呢，美企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同一天，中国却公布了什么？对美企的出口管制名单有意区别使用管制与放松，来维持和扩大以本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好，但是呢，它对于这个2间公司，也就是美国稀土的生产商，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好，那这个新限制啊，就会禁止陆企向这2间公司去运输特定的稀土金属。那这2间公司呢，就会引领着这个川普政府想要振兴美国稀土产业的工作所以现在呢，两方之间的贸易局势又要紧张了吗？而且美国现在也有进行反制啊，要用反制什么？反制的是量子电脑他22日签署了行政命令，说要推动建造高性能量子电脑，2028前研发出来说这样子啊就可以保护政府系统免受网络威胁，也可以强化在与中国竞逐这项科学研究地位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的领先。但是能够领先多久呢？我们来看到连伊朗都敢拒绝跟你美国握手了，到底美国还有多少优势？请教邱毅委员。伊朗这一次的谈判策略就是拖，基本上6个月嘛，我6个月拖到越接近11月，也就是越接近美国的中期选举，就更加有利，所以伊朗就摆出了高姿态啊。你从伊朗这一次跟美国的谈判，你就可以看出来，伊朗是充满自信的。谈判的时候，现场的状况就可以看出端倪。第一个，伊朗迟到，卡利巴夫跟阿拉格齐都迟到，压线才到。通常压线才到，就代表你是大牌，代表你有自信。第二个，他拒绝跟美国以范斯为首的代表团握手。第3个，会后拒绝合照，所以照片上只有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跟伊朗的代表来合照，却没有跟范斯之间的合照。范斯现在也陷入了所谓的内外交迫啊，他面对了伊朗这个强劲的谈判的对手，再加上有个导弹的以色列，不断的在制造纠纷，例如卡达的这个爆炸案，我怀疑
基本上应该就是以色列要破坏美伊的谈判的做法，而他的内部呢，他也面临了有人在扯他后腿，那个人叫卢比欧。大家看看啊，明明签字谈判，备忘录的签字是19号在瑞士，可是为什么17号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川普就先签了呢？你看他签的时候，川普旁边坐的是马克龙，后面站着一脸笑容的卢比欧。卢比欧当然不希望范斯达到他一生里面政治上最高光的时刻啊，我就让川普先签啊，让你现在范斯整个在备忘录的签字上面，你就失去了一个高光时刻的一个机会吧。好，那接下去就这谈判的内容来说，刚才运成也讲到了一个重点了，什么重点？你到底解冻的资金是多少？一开始说就是卡达的那60亿美元，后来又增加到80亿美元，但是伊朗要多少？要250亿美元。好，那美国最后说好，那可以250亿美元，但是你得用这250亿美元去跟美国买农产品，包含了大豆，包含了玉米，包含了棉花。你说伊朗怎么会同意呢？卡利巴夫都明白的讲，伊朗不会同意的。所以谈判的过程里面还有很多的波折，包含说美伊双方是不是都对霍尔木兹海峡，都愿意把它放掉，干预跟管制。伊朗现在又有点收手了，他又表示说，他主权在他，你美国本来就没有主权呐，而且伊朗是拉着阿曼一起来增加谈判的筹码，所以基本上美伊的谈判啊，大家不要寄望它很快有结果，它一定至少拖到11月中期选举以前，那时候是川普领导的共和党最急的时候，最急的要有谈判的结果，所以那个时候伊朗得到的会更多。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整个石油市场的动荡仍然不会止歇，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仍然不会解锁。好，接下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啦，这个谈判的一个是巴扎式的谈判了，他知道你一定会买不可，因为你一定要这个东西要过去，因为你有期中选举的压力，所以他就搞还你，就不断的还到最后就是巴扎式的谈法，好了买了，就我们去讨价还价会碰到的啊。那个美国呢，就是极限施压式的谈法，这本来是蛮有用，因为他有实力嘛，但是问题是他有期中选举，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不一定在选举前会谈完，但是他会tackle，他再延期，因为他不可以垮，这个案子不能，所以呢，他吃定了美国你是不能垮掉的啊。好，这个题外的，我现在来讲的是，导致大陆有一个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大家讲量子通信、量子电脑，这是未来中美两个竞争的一个新的领域，但其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链博会啊。我发现这个部分大家很少人去谈到链博会。链博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我们知道一般的博览会就是有买家有卖家，这个卖家说，你看我的产品这么好，买家就来，看看，宏庭的公司产品好，秋意的产品供上，这买家跟卖家。可是链博会它是一个以供应链为主的一个情况啊。那大陆现在设计的是6个领域啊，比如说，它有这个。这几个例子啊，像汽车啦，技术啦，这个什么这个力能啦，什么等等，有6个领域。那这在6个领域里面，他是来做什么事？他是来做磨合的工作，上下磨合跟平行的磨合。什么上下磨合？就举这个例子，你看为什么美国参展的厂商特多？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创新最多的中心，可是创新完了要生产啊，这个苹果的手机是我苹果设计，可是我有人生产呢，那在哪里来找生产？所以这个叫上下的关系。那美国是创新最多，
它也需要来寻找胜算。那中国大陆有很多隐形的冠军中小企业，什么叫隐形的冠军？但是它的企业不大，可是就在那个小小的领域里面，专门做个钢珠头是世界第一的，专门做哪项？那么这些东西能够在这里做一个连接，所以它不是来买卖东西，它是来做上下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结合。第二个呢，上下另外一个是横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我是生产这个什么这个环境能源的绿能的，我是产生。那另外呢，这个部分呢是有人做数位科技做 AI 的，那这两个怎么样子把这两个产业呢把它给结合起来？所以就是横的还有竖的。这一个假如说现在已经4年了，再经过几年下来的结果，我不会呢会变成中国大陆在整个的全球产业链的供应上会开始具备有它的标准定位权跟它的标准的这个什么定义权，这个呢对全世界造成会很大。所以去的人大家是什么？这个我们来看呢，决策者会去，采购者会去，然后呢这个产业的分析者会去啊，研发者会去，大概这4类人，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博览会啊，值得大家去关注发展啊。哇，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美中科技战还有得继续呢。这个练博会，就是很厉害的一个手段哦。请教洪庭议员。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是超级足球迷嘛，所以之前每次谈到这个美伊谈判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就是说，我过去常常在节目上讲，我说对美国来讲，美国也没有任何的急迫性要在谈判的这上面，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仗继续打下去，其实对他自己的收入是有益的，因为美国也是一个天然气的这个输出国。那你如果不看期中选举，说真的，说老实话，如果你不把期中选举当一回事，那其实对美国的整体来讲，其实打下去未必对他不利。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过去上礼拜大家一直在讲说啊，美伊谈判终于要谈出个结果，我就一直在想，奇怪，他们到底在急什么？后来一想，原来6月15号是第一次伊朗在美国踢比赛。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没有谈到一个还可以的状态，这应该是世界杯史上第一次有2方交战国，然后有交战国的球队在另外一方比赛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况。所以之前我在看说，那6月15号有没有可能谈成呢？我那时候还天真的以为就是说，因为要比赛所以谈成了。结果后来发现没有谈成，我就认为接下来会更惨。为什么？因为你看世界杯任何的足球赛，特别是国家级的足球赛，都会造成爱国主义。所以伊朗最近伊朗队在美国所遭受到很多的待遇，比如说比完赛以后要马上回到墨西哥住，然后呢飞过来准备的时间不够，这些都会让伊朗的民众觉得说你美国在羞辱我。所以我认为其实今天美伊谈判他们羞辱范斯是在外交上的一个对等作为，因为你欺负我的球队，你等于在欺负我的国家，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反应给你。所以谈判已经不是重点了，现在是情绪是重点，特别是在比赛的时候。那说老实话，如果情绪是重点，这谈判永远谈不下来。而且双方本来就有彼此之间没办法放掉的部分，而且我个人认为，对川普来讲，这个美伊的这个谈判继续拖下去，其实对他自己也是有利的，因为以色列绝对没有办法允许美国在这个时候跑掉，因为以色列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一次的机会里面割喉一定要割到断，我一定要完成伊朗的无核化这件事情，否则如果没有完成的话，他觉得他会尾大不掉，会留后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伊朗这个事情，我觉得还会再继续拖下去。短期之内真的要看到有一个结果，我个人认为这个几率实在是很低。那再转过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敌意螺旋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谈量子电脑，那中国现在慢慢的把贸易武器化、经济制裁武器化，然后甚至在过去我们出访的时候，航权武器化跟领空武器化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现在越来越有底气去做美国在做的事情。以前只有美国在做单方面的经济制裁，美国在做单方面的贸易制裁，美国在启动301，启动各种条款，然后针对中东很多的这敌对国家，他开始用所谓的这个废的这些模式，然后呢去锁他们的这个转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都在做任何的武器化。那现在中国的手段也是，就你怎么对我，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把这些武器拿上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说
世界越来越的不稳定，那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如果大家都把这些原本不会当成武器的东西拿来武器化的时候，那整个世界会越来越不稳定，那个状况，敌意螺旋的状况就会发生。没错，现在荷姆兹海峡真的是薛丁格的海峡，一下开一下要关，都是没有到现场都不知道到底是开还是关哦。不过呢，现在是这个洪庭议员最喜欢的足球时间了啦。我们来看到呢，挪威晋级了，而且现在哈兰德真的是超级的红的哈。我们来看到呢，挪威啊，它是隔了28年，重返世界杯之后呢，马上就两连胜了哈，这个提前晋级淘汰赛哦，就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第6支在缺席超过25年后重返世界杯舞台，而且开季就取得2连胜的球队。好，那下一站就要对抗法国了，而这个他的战将哈兰德啊，他前2战的时候进攻了4球，那是高居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前段班啊，也成为了一个能够晋级的一个重要的功臣。而且他现在真的是很火红到中国大陆去了哈。近年呢，最让球迷深刻的就是这一支广告了哈，是什么？王老吉的广告哈，他是亲自上阵拍摄一系列魔性十足的广告哦，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改编曲，然后配上这个字幕吼，真的是非常的土味啦，哈哈哈！看到没有？哈哈哈哈兰德哦，让大家真的以为这个是 AI 影片，不是，这个是真的广告。好，那向来低调的哈兰德呢，他今年呢也设了这个 TikTok 账号，然后他也设个有首支的影片呢，就是他身穿这个挪威国家队的球衣，在湖畔做他招牌的冥想动作。那音乐呢，就是伍佰的名曲《挪威的森林》。好，他现在呢真的是红到呢，整个中国大陆都好迷他哦，甚至呢有女网友去发问说，哈兰德他绑的这个头发的这个发圈啊是什么品牌啊？为什么他踢球踢了90分钟这么激烈哦，还遭到拉扯，这个发型斯文不动呢？哦，所以现在这个影片就是哈兰德他亲自发布怎么绑头发的教学影片，示范自己是怎么扎出他的招牌丸子头了。而且现在网购上面还真的有什么哈兰德发圈呢？是真是假不知道啦哈。但是呢，知道他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中国方面的球迷的哦，因为他呢特别开通了什么中文的社群账号，甚至呢还尝试用中文去跟球迷交流，主动向中国网友征求各种他的迷因啊、表情包啊。好，那现在他最具代表性的迷因呢，就是哈兰德吃小孩的迷因，因为大家都说他长得很像魔人普乌啊，魔人普乌会把这个对手变成巧克力，然后把它吃掉，所以他就被说是什么哈兰德吃小孩了啊。甚至呢，在比赛前呢，这个中国网友也把重庆知名的景点李子坝轻轨穿梭的画面呢制作成重庆必吃榜。那哈兰德呢，他就去品尝了，他真的是亲自去拍摄相关的影片呢，所以呢可以知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哈兰德来中国最想吃什么 ？Food, the Kong Bao especially.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and it's gonna be for sure amazing. 好，所以他跟网友的互动呢，真的是非常的多哈，网友也都非常喜欢他但是呢，他还有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挪威去推广鲑鱼啦哈。这个6月初的时候呢，挪威的海产局宣布，在中国市场启动这个哈兰德我选择挪威鲑鱼的推广项目，加码中国市场投入，要计划呢携手中国30个零售伙伴一起来卖这个挪威的鲑鱼。那其实呢，中国已经成为了挪威鲑鱼全球的第2大出口市场喽。已经超越美国了。那前5个月挪威对华出口鲑鱼52446吨，增长了55%。好，但是呢，其实中国自己也养鲑鱼哦。我们来看到了，他们是使用什么养殖航母？2025年的时候呢，在青岛起航，巡游了4000余海里突破了1000多的技术难关。它是怎么样？用深层取水技术，还有智能管理系统，为这个冷水鲑鱼打造一个非常娇贵的环境，恒温10到16度，所以存活率高达97.5%。好，那这些养殖的鲑鱼呢，还能够这个很快速的呢运到这个老百姓的餐桌上面，24到36个小时内
中国民众就可以吃这个鲑鱼了。一般的进口鱼则是要等5到6天啊。不只是这个在海上面养鲑鱼啊，在高山当中也在养鲑鱼。来看到呢，这个在青海啊，2008年的时候就有那个龙阳知鲜公司在那边成立了什么青藏高原的养殖鲑鱼，还推出了他们的品牌叫做龙阳峡鲑鱼。经过了20年的发展呢，这个鲑鱼不但成为中国养殖规模最大的鲑鱼品牌，甚至还出口到了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等16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这个鲑鱼啊，中国也要跟挪威来竞争了哈。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啊，现在哈兰德真的是非常的火红嘛。我们请教邱毅委员，哈兰德这一次的世界杯啊，一炮而红，但是其实他本来在欧洲各个的比赛、各个的球会里面，他就是红透半边天的球星。他得过金靴奖，得过金童奖，得过金球奖，而且常常在球场里面演出帽子戏法，就是一场球踢进了3球，叫做帽子戏法。好，那哈兰德195公分，所以我说他以后一定会比贝克汉当年的贝克汉更红。他不但195公分，而且他的速度很快，他是踢中锋的，可是他常常可以到后场去组织进攻，所以哈兰德基本上他的速度快，他的运球行，而且呢，因为他个儿高，所以他不但脚法好，他的头球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一次才2场比赛，他就帮挪威队踢进了4球。跟梅西现在是一样的，所以呢，哈兰德这一次啊，他笃定会成为一个焦点所在。其实哈兰德原来啊就在微博有开账户，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这一次在 TikTok 里面的这个账户的粉丝是成长得非常的快，都是100倍以上的速度在成长。那基本上他帮中国的王老吉做代言，那背景用的又是500的挪威的森林，所以呢，正好啊，代表着两岸的融合，这个也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啦。那基本上他的个性非常随和，他是2000年出生的，所以才26岁，正是在足球场上的黄金年龄，所以呢，他未来的发展一定非常的好。他现在的风头其实已经超过了姆努佩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中国大陆的鲑鱼要反攻全球了吗？请教雷声峰委员。反攻全球倒不会了，但是自给自足大概是行。有一些信息啊，这次就会跟大家说也蛮好玩。这新疆啊，沙漠地带是养殖海产是成功，但它养殖的不是鲑鱼，是鳟鱼。那鳟鱼跟鲑鱼呢，芥末纲目科属种，是同属不同种，这同属不同，但是大小是不一样。所以大陆有时候也很气啊，说你明明这是鳟鱼，怎么跟我讲鲑鱼？反正鳟鲑不分啊。但是呢，在沙漠养殖是很成功，连龙虾都养殖成功。螃蟹、龙虾，这个虾还有鳟鱼是养殖成功。所以我现在是讲海洋的养殖，中国大陆在海洋养殖的进步啊，超出你的想象，从世界也进军了。像我们养鲑鱼大家都知道是挪威养殖生产嘛那事实上现在挪威的厂商也在这个哪里呢？这个因为没有是宁波，在宁波它也利用深海养殖，因为深海的温度很冷。所以它很适合，所以现在在宁波这个厂啊，还蛮大的。挪威跑来中国养，对，因为它这样，它节省很多的运输，节省很多，而且中国是它很大，这是很大的市场嘛。那另外呢，就是当然你知用船的这种养殖，大概有2种，一种是电子渔网，就是大的，所以现在各位大概吃到的很多的鱼，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些便宜的鱼啊，像鲈鱼啦，甚至像白鲳啊，像这个什么这个黄鱼啊，这都是养殖的。包括现在大家想吃的那个石斑、那个新斑啊，高档鱼的新斑，还淡水养殖的呢所以这一面养殖上，大陆是非常进步。另外就讲到
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的船的养殖的特点是这样，它利用呢，它的最大的特色是说，它利用移动呢，让船这个什么鱼的游网啊，不会在一个固定里。同时呢，它在深海可以拿到那个温度啊。重要的是，它把那养殖成功了之后呢，它即刻在船上可以做好各种不同的加工，然后用母子船的方式啊，这边养，然后抓，然后处理，然后用母子船的方式呢，再把这处理好的就可以生鲜来运送处理。所以它基本上沿着海岸线走，它并不沿着多远的地方走。沿着海岸线走，它可以在利用那个喂食的时候，除了这种投放的喂食以外，它因为沿着海岸线走，它可以让它在整个的食物的养得的多元化，会让整个的鱼的本身会更有风味。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整个的渔业的养殖上非常非常的多元了。这个现在大陆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鲍鱼，鲍鱼现在变成一个很平民的产品了。哇！吃鲍鱼再不是，当然你不要吃大包的小的，那是真的是唾手可得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看，哈兰德现在中国真的是红了。我们来请教这个徐荣庭议员。讲到足球，我整个人就醒过来了。因为其实很好玩的是，中国其实台湾大概对足球看足球的人没有那么多，但中国看足球的人非常非常多。中国最有名的足球迷就是习近平啊，所以习近平之前还闹过一个事件，就是2023年在踢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2023年的11月。那中国对泰国那一场，中国队居然赢了。然后呢，刚好习近平出访泰国，泰国总理就跟习近平说：“那个恭喜中国队打赢我们了。”那习近平说：“有这回事吗？”他说：“我对我们的球队的水准还是抱持着怀疑的，赢你们可能是侥幸。”所以还闹出这样的一个事件。可是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在习近平以下，中国有多少人在疯？所以你看，哈兰德，不管是哈兰德也好。不管是球星也好，包括姆巴佩啦、梅西啊这些，在中国都非常非常红，所以他们会想要这个参与中国的这个商业市场，我觉得是很简单的。而且对挪威来讲，其实哈兰德自己也想，光是比人口，对不对？光是卖我的球衣，那挪威的球衣其实还蛮好看的，那就不知道可以卖多少件了。那所以在这样的从商业的考量上，哈兰德当然他要去开他的抖音，他去开他的账号，他去接中国的这个广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你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中国大陆现在每天晚上跟着我们一起熬夜的人非常非常多，而且有时候它的转播其实有时候还比台湾多元化，因为台湾毕竟看英超、看西甲，然后看意甲的人比较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顶级的球星，那也因为中国的市场大，所以其实中国大陆之前还会常常办一些邀请赛，明星邀请赛。梅西也曾经去香港、去上海踢过球。对，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如果有机会，台湾搞不好有机会能够邀请，跟毕竟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对足球的这个关注度还是比较小。所以在看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想今天就是哈兰德的比赛啊，今天早上我有在看。对，那